就请我吃这个。你不是说都行吗？这可是只有学校食堂才会有的味道，尝尝。怎么样？还不错。感谢韩总给面子。毕竟难得你请客。什么叫难得啊？我们那年比赛获奖那天我也请客了，只是你没来。那时候我去了德国，给你发过信息，是你不回复我。你给我发信息了？那天我不小心把手机丢了。你都发什么了？还能发什么？说我有事不能去呗。对了，你明天有时间吗？我想去汇报工作。这么快啊？想催我2期款？这不也刚好快到付款的日子了吗？工作进度如何？我们打算今天下午就把椎间融合器的样品打印出来，明天准时送到东医内部质检。质检一通过，我们就送去检测所检测，希望可以早一点拿到产品合格检测报告。你就这么有信心，明天能通过内测？那当然，不然我就违约了。喂，周周。喂，静姐，你可算接电话了，急死我了！怎么了？你慢慢说，别着急。小左操作的时候把打印机给弄坏了。怎么样？严重吗？打印机只要一开机就宕机，显示屏也是亮一下就黑屏。你这样，你现在赶紧联系北迪那边维修，我马上回来。哎，知道了。公司有事，我得走了。我送你。想好怎么处理了吗？当务之急，先解决设备的事情。我回去看看具体什么情况。你放心，等北迪那边把机器修好，打印样品只要40分钟，不会耽误提交内测。星辰运营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赏罚管理制度与人事管理制度，出现这样的事，一定跟流程与管理有关。你刚学会管理，该学以致用了。我正好借这个事情重新梳理一下星辰的构架。你前期用梦想和感情笼络人心，激励员工主动工作，这种做法无可厚非。工作不能光靠自觉，危机感与激励同样重要，竞争与淘汰也极为关键。这几者之间的度，你要学会自己把控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的确，星辰的很多制度不够完善。所以你打算怎么处理那个犯错的员工？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追责，并视情节考虑是否开除。开除？太残忍了吧？管理太仁慈，时间久了威信就没了。可是除了规章制度，还有人情呢。小左是个可造之才，他一毕业就来星辰了，而且我们星辰的员工处的都跟朋友一样。要是开除了他，其他员工怎么想呀？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的。那就把他的一切功劳与利益分给剩下其他人不就行了？一定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。你可真会替人着想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无法按期完成，合同会算你违约？我们一定按期完成，不会违约。需要我陪你一起吗？不用，这点事儿都做不了，以后这老板别当了。老板，季总看着很焦虑啊。要不你去哄哄他？
不是，那你们北迪能不能临时调一个人过来给我们修一下？我们真的很着急，不能再耽误了。你们帮帮忙好不好？啊？喂，喂。你是公司副总，要稳住，不然大家更慌张。都振作一点啊！办法总比困难多，咱们还有时间，一定能解决的。苏总，如果最后打印机还是没修好的话，我们要怎么办啊？你别乌鸦嘴，还是多想办法解决问题。明天就要送去内测了，这要是整不好，我们整体进度都会被拖延。可是我们给东一的进度报告里已经写了会如期送检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东一应该已经知道了。我在东一技术部的朋友刚刚打电话来问我了。东一技术部是由苑总一手创立的，估计现在消息已经传到他那儿了。小左，你怎么操作机器的？我们要是不能如期交付内测，这责任你担得起吗？北边的人来了吗？我已经给他们打过电话了，他们全公司去外省团建了，最快也得后天才能派人来修。你们俩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写工作吧。老板，下午的工作汇报会，资料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东一现阶段发展很平稳，苑总这次应该不会再找茬了。先看看再说。坐。怎么回事？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，小左也记不清是哪个步骤出现了问题。当时在场的还有谁啊？小左自己一个人操作的。哦，操作规定不是说了必须2个人同时在场吗？星姐，之前材料供应厂商他们的合同出现了问题，导致到货的时间推迟了3天。为了追赶交付内测的时间，我就带着黄薇薇他们加班审核工艺流程，这一下人手实在是倒不开了，就让小左一个人操作了机器。星姐，这件事儿我有责任。你有。那现在能查出是什么故障吗？打印机是直接宕机的，什么也查不出来。西姐，我们是不是要跟韩总说一下现在的情况，推迟一下送检时间？毕竟特殊情况，大家都预料不到。做生意就是讲诚信，而且我们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。正因为他的支持，我们更不能掉链子。无论如何，明天一定要把追检融合器送到东一内测。志周，你先安排大家正常工作吧，我们去联系一下我们认识的公司，看他们有没有相同型号的设备，我们应急一下。去吧。东一第1阶段的改革已经完成，各个部门配合得非常好。产品部继续在推进新产品线的建设，卓有成效。销售部上个季度的销售额也提升了8%。我会针对下一阶段的计划继续调整，以达到充分的磨合和运转。韩婷最近做的确实是很好。各位董事，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，
那今天的会议就结束。小韩总自从接管东一以来，实施的雷霆手段我们都看在眼里，也确实卓有成效。可是有一件事儿，我不明白，明明都是东一体系的公司，小韩总对总公司和旗下的子公司，不应该区别对待吧？周董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我听说星辰科技因为管理不善，导致打印设备出现了重大故障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上个月星辰提交的报告里提到，这几天他们的锥间融合器就要送质检了吧？现在如果因为管理问题导致既定目标无法实现，小韩总啊，怎么处理啊？周董，初创企业遇到点小问题不可避免。星辰已经快速做出了应对措施，这种小事没必要在董事会上讨论。小韩总，这可不是小事啊！这说明我们东一选择投资星辰科技的策略存在问题。我们是做投资的，不是做慈善的。我们要的是成功，是效率。东一和星辰的投资协议讲得很明白，如果星辰的锥间融合器不能按时提交质检的话，那就意味着超期，超期就是违约。对呀，我们好歹也是一家上市公司，既然选择了投资3D 医疗打印的这条赛道，总要做出点名堂。人家瀚海那可是一路向好啊，反观我们呢，还得因为管理不善而延误质检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恐怕股价也会受影响吧。各位董事放心，星辰的研发进度会按照合同的规定继续推进。小韩总啊，我们也不是质疑季星的能力，只是他毕竟是个技术人才。我这么觉得啊，您让一个技术型人才又管产品又管管理，确实有点强人所难。那周董的意思是，应该给星辰内部引进一个职业经理人来协助管理。哎，还得是苑总，专业。哎，这个办法好。我说过，我负责就一定会做到。星辰不需要空降任何人。我们也就是跟你提个建议，毕竟现在东一的管理人是你，你要是这么坚定的话，那我们也就不便多说了，拭目以待吧。散会。小韩总要是再这样一意孤行下去，东一怕是要出事儿啊。这事儿啊，还得让老董事长知道。老板，他们明摆着小题大做，故意找茬。不过，要不要提醒一下季小姐？不用，不要再给她压力了。好的。